当您偶然刷到这条影片，实乃冥冥之中的机缘所致，这预示着您的财富之路将一片坦途。在留言区写下接好运，意外之喜亦会接踵而至。若能牢牢把握这份机遇，便能抵达财富自由的彼岸，尽享顺遂与富足。此刻不妨以订阅与点赞回应这份难得的缘分。愿苍天垂怜，赐予您源源不断的财富，康健长寿的体魄，让每一日都充盈着惊喜与喜悦，从此远离所有困顿与烦忧。10月属猴人气势如虹，但若轻敌，好运转眼成空。10月一到，秋意渐浓，天地气场在悄然换位，流年与节气的微妙变化会把属猴人的本性优势放大，也同时将潜在风险放到聚光灯下。属猴者天生灵动、机智、反应快，善于抓住机会，往往能在短时间内成就亮眼成绩。10月的能量格外偏向活动与结果显效，这让许多属猴人在事业、投资与人际上的表现都会呈现爆发式上升，看起来是气势如虹的一个月。但正因为机会多、节奏快，最容易出现的陷阱就是轻敌。一旦掉以轻心、过度自信或者忽视细节，好运会像泡沫般瞬间消散。本文将从正财与偏财的区分、整体运势走向、五行命理与八卦属相的影响，结合实操建议与开运小法，做出细致而可执行的分析，帮助属猴人在10月把住机遇，避开雷区，让好运留住不走样。首先聊正财，10月对属猴人的正财格局总体偏好表现为机会可转化为稳收，但需把握流程与细节。属猴人机灵，擅长在工作中提出创新点，拿出短期方案，容易被上司或客户赏识，带来奖金、升迁或项目落地的可能性。然而，正财的稳定性来自于流程、合同与团队执行力。属猴人若只凭个人能力冲锋，而忽视团队沟通、合同条款、结算节点，就可能把临时的光环变成后续纠纷的源头。10月务必把握眼前机会的速度与建立交付与验收机制的耐心结合起来。重要合约要有书面条款，付款节点明确，违约责任写清楚。对项目进度做阶段性的验收，并留存证据，将个人能力的闪光点转写成可量化的成果，便于在绩效与薪酬上长期受益。把正财当作长线积累，而非一夜成名的派生品来对待，属猴人才不会因一时冲动而丧失根基。再谈偏财，偏财对属猴人10月既是诱惑，也是试金石。偏财包括短期投资、合伙分红、抽奖、意外之财等。属猴人的冒险精神和快速反应力使他们在偏财面前往往先人一步，但偏财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也更高。10月的偏财机会很多，看似门槛低、回报快的项目尤其诱人，但这是最可能让属猴人轻敌犯错的场景。投资前的尽职调查、收益与风险的情景模拟，明确的资金比例限制，例如把可承受损失定在总资产的某一固定比例内，是必须的操作。一个可行的方法是把偏财编为小仓试水加止损规则，先用小额验证逻辑与渠道，再把成功率高且可解释的机会逐步放大。任何无法解释、信息来源单一或需要你先投入再说的项目，都应严肃对待，避免用生活必须的流动资金去博偏财。从心理层面来讲，属猴人要警惕赢了就想再赢的连输连胜心态，设定明确的止盈与止损点，用纪律性替代情绪驱动，才是把偏财机遇转为长久收益的关键。整体运势与人际角度也不容忽视。10月属猴人的贵人运有上升趋势，容易遇到能够提供信息、资源或关系支持的人，但贵人常常和试探并存，
许多所谓的合作邀约或社交机会，表面热络背后可能暗藏利益考量或时间成本。属猴人应维持敏锐的判断力，做到热情但不轻信。人际沟通上，属猴人天性机智幽默，能快速拉近距离，但10月若因得意而言语随意，过度承诺，或在朋友圈与职场边界模糊，就可能触发误解或被利用。建议在重要交涉中，把承诺写进会议纪要或邮件确认，用事实与文件巩固人际信任。朋友圈与工作场合的交互要分清界限，避免因为一时的友情义气影响职业判断与财务决策。从五行命理的角度来看，属猴多属申金，10月进入秋末金旺渐强的格局，对属猴人既有利又有压。金星代表决断、锐利与规则，金旺能增强属猴人的执行力与判断力，但过旺的金也会使人变得过于挑剔、冷硬或易陷入孤立。若命局中金气与水气旺盛，属猴人在10月会觉得思路清晰，谈判有利，但若忽视调和，例如忽略对人耐心，忽视细节，或在竞争中采取极端手段，便会招致反弹。五行相生相克的原则提示属猴人在10月要是当引入木的柔韧与土的踏实，把锐利的金转化为可持续的系统与规则。实践上可以是强化文档化流程，设立复核机制，在决策前引入一位反向思考的同事或顾问，从而避免因单一视角而走向错误决策。八卦属相的象意也有启发，申猴对应乾卦与兑卦的某些象征，乾象天代表主导与权威，兑为泽代表交流与示范。10月如果属猴人完全以前的姿态自信主导，可能会忽视兑的社交润滑，导致沟通阻隔。如果只靠兑的圆滑而缺乏乾的强硬，又可能被对手牵着走。所以最佳策略是乾兑并用，在需要决策和主导时果断乾，在建立关系与谈判时灵活妥协兑。这样的阴阳平衡能将个人气势转化为团队与资源的合力，避免单打独斗造成孤立。接下来把轻敌细化为几类常见雷区，帮助属猴人具体识别并防范。雷区1：合同与法律层面的粗心。属猴人往往对协议条款掉以轻心，认为口头约定或友情合作足够稳固。10月这种心态最危险，建议任何涉及金额、时间或责任划分的合作都必须书面化，并至少由第三方律师或有经验的财务人员复核一次。雷区2：资金错配与流动性忽视。属猴人在偏财诱惑下，容易动用短期流动金或应急储蓄去追高回报，结果一旦项目出现问题，生活现金流会被卡死。操作守则：设置3个月生活费的备用金，不把短期生活资金投入高锁定期产品，对高风险项目实行小仓策略，并且在入场前设定好撤出条件。雷区3：情绪化决策与过度竞争。10月气势旺时，属猴人容易被赢的快感诱导贸然扩大行动，但这种放大在没有系统支撑下会放大错误。建立72小时冷静期与2次审核制度，重要决策不得在情绪高涨时单方面下结论，具体的日常与实操建议可立即执行。每天早上列出当日3件最重要的任务，优先完成，并避免被琐事打断。每周对投资组合现金流做一次盘点，记录偏财项目的盈亏情况。签约前，让对方以邮件确认核心条款，并保存所有聊天记录与文件。建立个人风险限额，例如单笔高风险投入不超过总资产的 5% 到 10% 是个人风险承受力。在重要谈判或面试前做情景演练，预判对方可能的反应，并准备应对话术，这样用制度限制自我冲动，
能在10月高节奏的环境中保持理性。健康与情绪管理也是10月不可忽视的面向。属猴人精力旺盛，长时间高强度运作后，容易出现疲劳累积、睡眠不足与判断力下降。10月务必管好加速不等于不休息的误区，保证每日7小时左右高质量睡眠。午后短时休息可以提升下午的执行力。工作间隔做5分钟深呼吸或伸展，避免长时间盯屏导致精神衰竭。饮食上注意均衡，少油少糖，多补充富含镁与 B 族维生素的食物，以支持神经系统。情绪方面，属猴人在遭遇挫折时，可能表现为急躁或攻击性。学会简单的情绪缓冲技巧，深呼吸，短暂离场，写下3点事实，有助于避免冲动决策。关于人际与团队管理，属猴人在10月应学会把个人魅力转化为组织惯性，把自己的想法用流程和文档固化，带领团队做小范围试点，取得数据后再逐步推广，避免一锤子买卖式的单打独斗。对于下属或合作伙伴，设立明确的责任与奖惩机制，同时保留弹性沟通的空间，既不让自己背负所有执行细节，也能保持创新的节奏。开运小妙招与象征性建议注，用于心态支持与象征性增运，不替代理性决策。10月可是，当佩戴金属光泽不过强的饰物，例如金色小饰件或淡金手链，以象征金气带来的决断力，但避免过于夸张的金属配饰，以免加重刚硬。办公桌可放一株小型绿色植物或一只小石摆件，以平衡金的锐利与木的生气。颜色上偏好稳中带活的色系，比如深蓝、墨绿或米色，既沉稳又不失活力。幸运数字无需迷信，但可在重要决策签署时选择让自己心里更踏实的日期与时间，例如避开个人命盘中不利的日子，若有详细生辰，可咨询专业命理师。更多的是把这些作为心态上的仪式感，帮助你在高压场合里更容易冷静与自持。最后，用几句话把核心要点再浓缩一次。10月属猴人气势如虹，是属于行动与结果显效的好时机，但绝不能以轻敌与自信代替流程与复合。守住正财的稳定，用纪律管理偏财，用制度抑制冲动，并以健康与情绪作为决策的基础，是把短期爆发转为长期收益的关键。遇到重大机遇时，先给自己设一层冷静缓冲72小时或第三方复合，以制度替代一时冲动，把个人的机制与团队、流程、法律、财务等外部系统结合起来，才能把气势如虹变成真正可持续的幸运与成长。10月虽充满风口，但有备无患的你会走得更稳更远。愿属猴的朋友在这个关键月份既能把握机会，披荆斩棘，也能以智慧与谨慎守住来之不易的成果。关注我们，欢迎订阅与留言，把你的具体关心事业、投资或感情发来，我们会在后续的文章中结合你的具体情况，做更细致的八字与流年提示，帮你把好运留得住，走得稳。欢迎大家关注、订阅。